Hello，皆様こんにちは、ケイジです。嗨，大家好，阿米です。こんにちは。我们这次呢，真的是就夫妇要一起来开箱啦。很快一年又过去了，我们竟然呢这么快呢又要来介绍呢日本啊北海道秋冬的穿搭了。然后看一下，我们这次呢又收到了这么多这个新品哦。北海道は朝と夜がねだんだん寒くなってきてる中で、今回ねこういったたくさんのものを紹介するっていう時間をいただいて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今はだんだん10月上旬から昼間はだいたい20度くらいもあるけど、でもなんか特に朝と夜のその温度差が激しいですね。それはねその年によって違うんですけど、今年の場合はだんだんこれからの季節で言うと、日中は20度を下回る日も出てきますね。太陽が出ていない時とかは気温ももちろん下がるし、あとは気温がね例えば20度あったとしても風がだんだん冷たくなってくるので、体感温度的にはね少し肌寒いなっていう感じになってきます。で、朝と夜は、下手をすると1桁の日ね、例えば9度とか8度とか、だんだんその冬に向けて気温が今下がっていくのと、あとは空気も乾燥してくるので余計にねちょっと肌寒いなって感じる季節になってきました。真的早晚的这个温差真的就是非常的大。这接下来啊，大概10月啊，一直到持续到3月啊，都是这个秋冬的这个快半年的这个季节。那温度大概是怎样？我们就贴一个表在这边，就大家就自己先看一下这边的温度大概的表是怎么样了。这次我们真的就非常的实际，这个都还没开过，我们这次就直接来一个非常实际的试穿报告好了，直白的跟大家说我们穿起来的感觉是如何。これからの秋の季節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実は服を着るにしてもね、あんまり着すぎると暑くなっちゃうし、だからといって着るものが少ないと寒く感じるっていう、ちょっと難しいね時期に入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中でねメーカーさんとしてはどういった服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ことを、レビューできたら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はい、反正就是好，那就开始试穿。OK， 首先呢，我们来第一件呢。虽然说呢，之前呢这个呢是有介绍过了，但是今年呢就想说这次还是展示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款呢已经是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老朋友了 ，Sedo 他们家的发热衣哦。这一款呢是台湾制的 MIT Made in Taiwan 发热衣啊，因为它这一款呢弹性呢反正就是非常的好，它是属于薄款的一个发热衣。我觉得与其说发热衣，它就是一款内搭保暖衣，它就是又吸湿排汗，锁住身体体温。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对他们家商品太熟了，所以我真的就是与其说试穿，我大概他讲。然后像他们家呢这一款 Sedo， 他们是有加 33% 的天丝棉的，它是有天丝这个专利的这个纤维，就是这个吸湿排汗很強。今回新しい色。そう新しい色だね。だからなんかすごく着ててもいいし、今実際下に何も着ない状態でこれ着用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裏地の感じとかもすごくソフトな肌触りで、着心地もいいですね。接下来第二款，这一款呢一样是 Sedo 他们的，这一款呢真的可以说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大重点。这一款呢是 Sedo 他们今年新出的短袖发热衣，它这一款呢做的也是一样，它就是跟它的规格是跟我们刚才呢试穿的那个 Warmtech 的那个规格是一样的，它是薄款的发热衣，它也是主打就非常的轻薄透气，锁住体温，然后吸湿排汗的，然后它一样有 33% 的天丝棉。这一款呢，我个人的，它选的是这个白色的。然后这一款我个人的感觉是呢，特别呢，就是像你这个冬天，像你要去户外运动啊，滑雪那种，你要需要非常那种大那种活动那种，但是你里面还是要穿一点那种内搭保暖嘛，对不对？反正你流汗要吸湿排汗，这个是适合户外运动，尤其是滑雪，真的。まずね、安定の着心地の良さだね。安定して着心地がいいです。で、この先ほどのロング T シャツとの比較にな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は半袖っていうことで、例えばね旅行のシーズンとかに着替えで何枚か持つっていうのでも非常にいいと思いますし、何よりねこのストレッチももちろんそうなんですけど、この肌触りがねサラサラしてます。でサラサラしていて、何も着てないような感覚に、なるぐらいフィットしてるんだよね。だから非常にいいですね。あとこの襟元もきちんとピッとフィットしてるんで、着ている感じでずれたりしないから非常に着心地をよく感じますね。はい。接下来呢，我手上呢这一件要开箱的就是蕉下他们家的发热底层衣啦。这一件呢，就跟我身上这一件 Sedo 这件薄的呢，就真的是差蛮多的。它整个呢就做非常厚的这种双面绒毛设计。这一件整个就是已经是冬天款了哦。它这一件呢，就是他们厂商号称呢单穿呢大概就可以耐到5到10度了。
而且它是做一个这种半拉链的这种设计。这种设计就有时候你如果脖子比较热，这边拉下来，这边透气一下。它这一件呢是做摇粒绒的面料，它这个质地呢，它是比羊毛或是毛衣啊更轻薄，质地呢密度又在更高的一种保暖材料。而且这一件的颜色我还蛮喜欢的，他们蕉下真的很多款式，他们都出好多好看的颜色哦。那这一件呢，可能就是12月过后，12月或1月、2月的时候，真的有下雪的时候，真的你要在外面啊，在外面逛街什么赏雪啊，待比较久的话，你真的很怕冷的话，里面可以考虑就是这种更厚的这种刷毛发热衣。接下来的另外一件呢，它也是一件双面刷毛的这个高弹摇粒绒刷毛底层衣。哇，而且它这一件呢，竟然还是做这种拉链式的，哇，也太方便了吧！哇，假如说我这个人真的不喜欢穿那种就是底层衣，穿那种非常紧绷那种，我都喜欢穿宽松一点，我直接选到最大号 XSL。这一件呢，它这个材质呢，真的是双面刷毛的，看它这个表面。而且它刷毛，它的那个刷毛的颗粒不是那种很大那种，它是细细小小的，蛮细致的那种。它里面真的是双面刷毛，但是它感觉真的是高密度压缩，所以它感觉上身呢是感觉不会很厚重，上身的感觉也是蛮轻盈的。然后这一件呢，他们是说可以当内搭呢或中层来穿，我感觉也是啊，或者它这一件是要单穿也可以，因为它毕竟它也是一个 base layer。哇！重点是我真的觉得它这个拉链的这个设计，不愧是蕉下，他们真的是非常的黑科技。这个拉链的设计也太强了吧！这真的是穿脱真的就非常方便。这一件呢，你真的是穿在身上，你再搭随便其他外套啊什么干嘛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已经零下15度都 OK 了。はい、では今回ですね、これベネアンダーさんの新作ということで、ベースレイヤーの上下のセットアップ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ずこの着た感覚としては、非常に体にフィットした感じがすごいですね。メーカーさんのホームページでも確認したんですけれども、縫製がですね 3D って言って立体裁断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ね。だから体のねラインに対してこうすごくフィットして、そしてフィットしてこのじゃあ動きづらいかっていうと非常に動きやすいですね。こうほらすごく動きやすい。実は裏にもこの裏地のところにもこうリブというかこういったものが入ってます。でこれは着た感覚としては体にフィットし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だからといってねこうベタっていう変な不快感もなくて、着ていて非常に着心地がいい。このインナーウェアは最低温度ですね、マイナス15度まで対応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から冬にかけて冬に入ってもマイナス15度のまで対応しているインナーを着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は非常に安心感があ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感じました。点は体の水分ですね、汗をかいたりそういったものは全て排出される機能がついてまして、結局ね汗かいて体が冷えちゃうっていうことが冬場結構起こるんですね。だからそういったことも防いでくれる機能がついています。はい。接下来呢，身上这一件呢，秋冬常见的这种宽松的长袖 T 恤啦，这一件呢也是蕉下的记忆棉弹性长袖。所以我个人感觉呢，上身就是蛮舒服的，我就喜欢穿这种宽松一点的。而且我这一件呢拿的是 L 号的，它还有其他颜色。棕色的这个就很有秋天的感觉。这里面呢怕冷的话，只要再加一件随便一件薄内搭呢，就感觉以现在的天气呢，大概10几度呢，白天呢真的是就感觉非常的保暖了。这个弹性做的还不错。然后这边也有做一个这种袖口的这种设计。这袖子呢加长设计的话呢，可以增加一点保暖度。它这个呢稍微的厚度也好，它不是那种非常那种薄到不行的那种长袖，有一些它真的是会太透的那种。Well， 这就是一件简单的上衣。接下来呢，来试穿一下蕉下他们这一季的一些裤子。哇，他们这一季真的也是出了非常多的裤子。我身上这一件呢是 Wrinkle Away 女款的免运直筒裤，适合日常呢上班啊、通勤啊，一个有点轻正式的直筒裤。要主打的就是让你可以这个日常的好保养。然后不用在那边运动，在那边一直烫的，哇，这个材质真的还蛮特别的哦。它这边呢是做这种拉链扣的这种设计，哇，我真的觉得我最近真的有瘦哇，看着觉得是以前都穿他们家的裤子都觉得好紧哦，最近这个穿都感觉不会这么紧了。我现在也是不瘦哦，大概都还60多公斤，不穿起来感觉不会很紧哦。你有时候就是那种裤子你要穿去上班那种，就是很怕它会皱来皱去，你要再花时间在那边烫。看起来它这个材质还蛮特别的质地真的是感觉就非常有料那种质料，它不是那种随便那种便宜货。我来随便这样蹲下，哇，然后靠我这样蹲下这样子起立，就它不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种，就是这样。这颜色还蛮美的，不知道大家觉得。那它上面还有其他颜色可以上去看一下，哇，
接下来身上这一件呢，它是一个高弹直筒裤，看它这个材质呢，没有到那么厚，比较是适合秋天的。虽然说可能就以我的身高才161左右，选这个 L 号，好像对裤长稍微长了一点，裤管呢再稍微遮一下，因为我就不瘦嘛，我又怕穿了就会很紧。其实以我的身高应该选 M 号就好了，但是因为我就喜欢宽松一点，所以我就选大件的。不过他们之前，我老实说，他们之前的裤子的设计都让我觉得都还蛮紧的，但他们这一季感觉都做的也还好，不会太紧。材质，我这一件穿起来哇，反正它就是做很舒服那种，也弹性也非常的好，而且它面料真的很舒服啊，它这个面料，这个感觉是适合秋天休闲啊、日常休闲的一个裤子。接下来我身上这一件呢，它这一件呢就是号称非常适合户外的裤子啦。这一件呢是 Rain Guard 的防风防泼水弹性户外裤。或者我觉得这一件呢又是选了 L 号的，这一件呢长度呢看起来就是蛮刚好的，因为它这一件整个穿上去就是觉得非常的保暖哦。但是它这个表面上摸起来呢，的确是还蛮防风的材质。它这一件呢是有一点厚度的，这里面呢做了类似这种2层的设计，这外面呢1层的防风防泼水。那里面呢也有做了一个内层，这种保暖的内层，感觉好适合去户外哦。你想要有一件比较户外的裤子，还蛮适合的。大家知道吗？我得跟大家自首，没错，我的腰真的就是不细，我的腰呢是有30寸以上的，有时候甚至吃饱我会到32寸、33寸。像他们之前他们裤子真的做得很紧，脚下呢真的我已经都穿大概已经第3季、第4季，其实我都会给厂商他们就很多意见，比如说因为他们之前都只有出夏天啊、冬天啊，他像这种过季的秋天啊、春天他们的 item 都没有，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出一些过季的衣服啊，还有那个衣服，拜托你们不要觉得每个女生都很瘦，你们要做稍微宽松一点，不要每个都好像以为大家有 A4 腰。我感觉他们的设计团队真的就是来夸赞一下，他们真的有把我很多意见都听进去，不错，我还蛮喜欢的。然后我们来测一下它的这个防泼水效果啊，来就随便测一下啦。它这一件呢是说它也不到那种防大雨的，它就是轻微防小雨啊、防泼水那样子。上面呢这个水珠有掉下来，它稍微拍一拍，有，它稍微拍一拍，它水珠都掉下去了。这一件还不错。続きまして、こちらメンズのパンツですね。どの服もそうなんですけど、すごくまず履き心地が良くて、なおかつフレキシブルですね。で、生地もしっかりしてます。3つの特徴があるようで、まず1つ目が、防風設計になっていて、少しの雨であれば、簡単な撥水効果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だからそんなにね、濡れる心配が少し減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のがまず1つ目です。2つ目は、このパンツ自体が、こういった形でね、ボタンで留めるようになってまして、で、ここの設計がゴム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ね。ゴム。ベルト状のものがついていて、で、ここでタイトにしたり、ちょっとリラックスさせたりっていう調整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けど、非常に着てて楽ですね。きつい感じもないし。だから例えばの話、長時間旅行していたりして、列車の中で座ってる時もそうですし、車を運転したりする時も、リラックスした状態で、こういう風に着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パンツのシルエットは、ね、フォーマルというか、リラックスウェアには見えないですね。先ほどのアンダーウェアと組み合わせてもいいですし、この状態であればね、天候にもよるんですけれども、秋のシーズンでも全然対応でき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接下来呢，这一件呢是说具有一点防风机能的一个连帽防晒外套。每年春天、夏天啊，都会穿他们家的防晒外套。特别他们家的防晒外套真的是非常的好穿，因为让他们非常讲就是他们防晒帽檐的这个部分。其实防晒真的不是只有春天跟夏天要注意嘛，像冬天，特别是北海道这边，其实有时候冬天那个阳光也是很刺眼。冬天有时候反而感觉那个包括那个雪啊，还有那个防晒的反射会更强。哇，他们这个帽檐真的是做得很厉害耶！像这一件呢，它本身的这个衣服的这个防晒系数呢是有 UPF 50加的，但是它这个帽檐呢，帽檐这边呢都是做到了这个 UPF 2000，整个这样拉链这边这样子拉起来，这边盖起来也是都已经快做到全脸防晒了。它是做的也是稍微厚，质地的稍微密一点的。台湾的冬天呢，穿出去这样可以跑步的。哇，但我这个完全这个黑胶防晒也是可以完全遮光又可以遮热的，看起来穿起来就感觉非常的休闲放松。
然后又可以防晒。接下来呢，这一件呢又是他们这一季新的秋冬保暖的一个外套，我真的还蛮喜欢紫色，因为紫色就很可爱啊。这一件呢是轻量女士的万利龙外套，而且这一件呢，这个是双面正反面呢都可以穿的。我觉得要跟大家解释刚才那一件呢，还是要把他们旧款拿出来看一下。像到这一个呢，是之前前几季旧款的这个万利龙的这个中层上衣，我感觉他们每一季真的都是有在进化，但是之前感觉它颗粒也是做蛮大的，双面呢都是万利龙，它也像这样呢是旧款的，所以他们这一季呢感觉又在更改良了，所以他们要出这种双面的一面呢就做这种防风的，然后另外一面呢才做这种万利龙的龙面，5度到15度，我觉得单穿都没什么问题。然后里面呢就是这个龙面嘛，然后你就把防风层穿在最外面。那如果说今天可能1月2月那时候下雪，真的到非常冷，可能零下，那我们那时候呢，我们就这一件衣服呢就可以变中层啦，穿在中间。然后这个防风层呢，另外一面呢可以穿在里面。然后呢，它这个基本上也有让那种风没有灌进来的效果。然后这一件呢就可以到时候就可以当中层，然后外面再穿一些其他更防风的一些外套、大衣之类的。哇！接下来我身上这一件呢，这件是一个2件式的外套，然后呢，它外面呢附了一个软的一个外壳，它这个呢也是有防风防泼水的，然后里面呢有多了一件呢类似的这个轻绒毛上衣的这个内层，这个呢它是一个 set 的，像有时候跟秋天呢这一件呢这个轻的绒毛上衣就可以单穿，然后冷的时候呢就可以或是这2件可以合起来穿，哇，它穿起来就是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它这个旁边呢也有拉链，可以拉起来。它也是做一个比较机能型的一个外套，就像这种2件式的话呢，它这种3合一嘛，1件可以3穿呐，看你是要2件合起来穿，还是单穿外壳跟单穿内层。所以这一件呢，它里面的这一个内层啊，做的这个是还蛮轻薄的，它也是一个摇粒绒的面料。这一件呢，大概呢感觉就是在10几度，大概呢是秋天呢到初冬的程度。然后特别是你不喜欢穿厚重的，你喜欢穿比较轻盈上色的，还蛮适合的。然后它也有附一个帽子，像这一件我的感觉是，因为像很多人呢，他们都会去选一些大众品牌啊，比如说一些轻羽绒的外套。但是你去找那种很多轻羽绒的外套，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在哪里？就是它大多呢，它没有防风，没有防泼水。所以我觉得这一件的外套，我的感觉是它是更机能，然后它可以取代轻羽绒外套的一个外套。一样呢，还是要再来测一下泼水的这个泼水的感觉，跟大家看一下。哎。我这个呢，它这个感觉呢，它就是防小雨啦，防小雨都没关系的一个材质。看它这个水珠，随便拍一拍，大概是4到5级防泼水的一个材质，就是这一件。では、このリバーシブルっていうね、表裏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このフリースジャケットの紹介になります。で、まずね、外がフリースジャケットということでふわふわして暖かい素材なんですけれども、中がサラサラした感じになるので着心地がまず2通りある。KT が言った通りミドルウェアってことでね、この上からベストを着るとかそういう方法も出てくると思いますね。表裏反対にしても着れるっていうものになりますね。でこの場合は先ほどのフリース面が裏側に来ますので、裏面はこういったサラサラした素材になっていて、防風効果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で、ファスナーをねこれで一回閉めてみます。上まで上げてみると、ここにこうポケットというスペースがありまして、で先ほどね紹介していなかったパンツにもこういう風にポケットが両サイドにあるので、男性って割とこう手に荷物いっぱい持ったりってするの嫌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に収納があるので、気軽にねスマートフォンだったり、ウォレットお財布だったり入れることも可能です。このジャケットもですね、メーカーの設計上マイナス15度まで大丈夫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これ1枚だと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寒いと思いますので、中のインナーウェアっていうのはいろいろ重要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も先ほど紹介したようなものを組み合わせて着ることによって、冬ですね、外で活動していたとしてもそんなに体が冷えるってことも減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でこれフリース素材だね、フリースです。でここにベネアンダのロゴがね入ってます。OK， 那我们开箱完衣服之后呢，然后接下来教一下他们常常呢，就是有这些这样子的这种防晒 item 啊，像我身上这个帽子呢，它也是一个秋帽，它也是比较厚的，然后里面有轻微刷毛的，然后像这个防晒材质有 UPF50的，哇，像他们这个帽子我也好喜欢的，而且他们常就有这种拉绳，这个也可以防止你这个帽子嘛被风吹走嘛。然后他这次又选了一个墨镜，今回なんか green ね。そうね。ベネアンダーといえばね、サングラスがやっぱり有名でしょ。なんかモダンな感じ。でもなんかフィットとなんか青。今回セルフレームなんですけど、ね、全てのモデルこういう風になってる。折りたたんで。他们的墨镜真的很方便。ここも折りたたんで。哦。折りたたんで。ですね。こういう風に你看可以收纳到这么小。コンパクトになるので。这个帽子也是哦。でこのケースの中に収納できると。このケースの中にこう収納して。
这个外出的时候啊，像这个帽子啊跟墨镜啊，这个都是可以放包包的。ちょっと個人的な僕のね、私の感想になるんですけど、年々ね、太陽の日差しが強い感じがするので、サングラスはね、あ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ね。啊，冬はさ、ドライブ時はさ、いろいろその反射も激しい啊，说的見にくいでしょ。ドライブの時像开车开车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也都会戴墨镜。虽然说我们一开始说好像要试穿报告，但是我们就好像，因为感觉真的是介绍了很多点，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是对这些产品，就是因为我们都穿了好几季，就很了解。那皆さんシェドウの製品もベネアンダーの製品も、非常に使っていて非常にいいものだなっていう部分なんだよね。那我们这次的影片呢，一样会有抽奖，我们就抽一位幸运儿啊，这个可以得到这个贝利昂达的墨镜啊。然后大家对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些 item 啊，如果有兴趣的话，要记得再去看我们影片下方的那个说明栏哦。我们的一些专属折扣码都在影片下方。就接下来啊，在秋冬啊，又快变冷啊，天气变冷啊，大家要注意穿保暖，然后不要感冒。好，那就是我们这次的开箱啦，希望大家会喜欢。下影片见，拜拜。拜拜记得去看下面。皆さん風邪ひかないように過ごしましょうね。はい。はい